我一个材料学博士，关于微塑料，我这2天收到的最多的评论就是，你不可以告诉大家你不是很在意这个问题，等到发现有问题再去注意，那不是太晚了吗？有道理，但是还不太一样。微塑料是一个很泛的名词，我们之前发现的，比如说双酚 A 呀、塑化剂呀，包括 PFOA 那个特氟龙锅里的一种助剂，那都是一个具体的化合物或者是一类化合物。但微塑料真的是太泛了，它基本上约等于所有塑料掉的肉眼不太可见的碎屑。那如果你要禁掉所有的微塑料，你就只能禁掉所有的塑料，在目前来讲，这个是不太可行的。那我能不能通过把生活中的这些塑料瓶啊、塑料袋尽量换成其他的，来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可以，但是这个占比不太好说，就是这种器皿的使用是不是你摄入微塑料的大头？不太知道，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微塑料已经无孔不入，水里也有，动物的肉里、内脏里，所以不太确定矿泉水瓶子里的这个微塑料是不是你摄入微塑料的主要来源。之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去年有一个论文报道了市面上卖的这些饮料，有的玻璃瓶装的饮料反而微塑料比塑料瓶的还要高，为什么呢？它的瓶盖上有油漆，然后这个油漆在打开的时候摩擦会释放微塑料。所以如果你是冲着少摄入微塑料去买的这个玻璃瓶的饮料，那你不就亏大了吗？适得其反。这个问题反映的就是微塑料的来源是非常隐秘和广泛的。那既然我们每天都在摄入各种各样的微塑料啊，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也有很多朋友水平很高，发了很多论文给我看，说这个证据已经如此的明显，你难道要视而不见吗？首先啊，这些证据在我看来其实不算是特别强的证据，有的是在小老鼠身上做的，有的是极其高的浓度下才体现出来的，然后有的它是有相关性但是没有因果性的，对吧？如果你真的去查文献的话，你会发现关于微塑料它正反两面的证据都是有的，但是由于这些领域它天然的就倾向于发表阳性结果，所以大家看到的阳性结果肯定是要多一些。比如说一个细胞毒理学的杂志，你往上发微塑料对人的细胞没有什么影响，那你不是国乱吗？对吧？所以目前来讲，微塑料这个问题生活中到底要不要注意，其实反映的是你的生活态度。比如说我就不觉得它需要注意，因为我不认为它是我生活中的这个主要的健康隐患。我的主要隐患可能是熬夜或者是体重超标等等这些，喜欢吃甜食。那微塑料呢，就是我把生活中的所有东西都换成别的材质，也不会让我觉得很开心，毕竟我是学高分子毕业的，对吧？那如果对你来说，你的生活中尽量避免塑料制品的使用，能够给你带来极大的心理安慰，能够让你放下焦虑，活得更轻松愉快，那你就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说家里老人真的非常焦虑这个问题，那你也别拦着他，毕竟焦虑对健康的影响它是一个更确定的因素。我关于微塑料的这个态度你可以不同意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朋友他在选择生活中的材料的时候有一个隐藏的前提条件，就是我能选到完美的材料啊，就这真的不是一道你可以做到满分的题，不要把它当成题做。生活中的所有材料基本上都是有它的特点的，有个特点它就等于有优点和缺点，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只能根据使用的场景在优缺点之间做权衡，然后选择一个相对好一点点的方案，实在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能够适用所有的情况，然后它完美无缺啊，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塑料给健康带来的主要危害目前还是集中在商家生产的这些不良的不合格的产品，以及我们对于塑料制品的错误使用。矿泉水瓶子就真的不要装白酒，也不要装油，方便面的袋子也真的不能用来泡面。错误的使用方法它带来的主要问题会是这个瓶子本身的变形、分解以及里面的加工助剂，比如说塑化剂或者是单体的释放，这些小分子物质的释放对人是很确定的就是很不好。所以呢，就是中庸一点，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不要一会儿说我要禁掉生活中的所有塑料制品，这个你也做不到，然后一会儿又要把一个1块钱的矿泉水瓶子用到哽嗓咽喉、吃干抹净，也没必要啊。抖音、